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真正的唐僧到底有多厉害？你脑海里的印象大概是一匹白马，3个神通广大的徒弟，还有一个总需要被保护的软弱僧人。但我跟你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真实的开局里没有齐天大圣，没有漫天诸佛，只有一个为了纠正几本古书里的翻译错误，违抗圣旨，单枪匹马去丈量半个地球的大唐通缉犯。这个人后来居然能让全印度18个国王坐在金轿子里抬着走。你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玄奘的故事就从公元627年秋天开始讲起。那时候大唐王朝最西北的边防重镇瓜州，夕阳被狂风一把掐灭，黄沙像锉刀一样打磨着古老的夯土城墙，气温急速下降，空气里全是干燥和死亡的味道。城墙外是连戍边老兵都不愿多看的漠河沿溪，也就是今天说的嘎顺戈壁。整整800里乱石与黄沙，连飞鸟都过不去。就在这个冰冷的夜晚，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紧紧贴着城墙阴影，警惕地挪动脚步。他穿着破旧僧衣，手里死死攥着粗糙缰绳。那头是一匹瘦骨嶙峋的暗红色老马，他叫玄奘。没有皇家卫队护送，没有通关文牒，大唐刚建立。李世民为了防范突厥，严密封锁边境，私自出关就是就地正法。几个时辰前，瓜州官吏李昌拿着海捕文书找到他，因为对佛法虔诚，李昌撕碎了那张通缉令，催他赶紧逃命。玄奘没有退路了。前方5座大唐烽火台，守军的弓箭随时会射穿夜色中的活物。他原本可以留在长安当受人敬仰的高僧，享受达官贵人供奉，但他偏要走，原因充满了历史的荒诞感。他觉得中原的佛经翻译有问题，几百年了，因为语言隔阂和传抄失误，那些经书里全是错漏。各大宗派为了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大家都习惯读2手资料，但玄奘忍不了。为了纠正这个庞大误差，为了看一眼瑜伽师地论的梵文原点，这个手无寸铁的凡人决定亲自走到5万里外的古印度那烂陀寺。狂风卷起僧袍，他摸了摸马背上的兽皮水袋，压低斗笠，借着星光迈出了玉门关外的第一步，走进了那片铺满前人白骨的无边夜色。讲到这里，我们得把时间拉回公元602年。隋朝末年，河南洛阳的殿试镇有一户儒学世家陈家，院子里总是弥漫着墨香和竹简翻动的声音。当家人陈慧曾是隋朝地方官，后来看不惯官场黑暗，辞官回乡，每天在家给孩子们讲《诗经》《论语》。陈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按当时剧本，子孙应该在书房苦读，参加科举，谋个1官2职，光宗耀祖。陈慧的第4个儿子叫陈一，也就是后来的玄奘。这小子从小就表现出一种与同龄人格格不入的安静。别的孩子在院子里追逐打闹，他却总是静静坐在父亲案头，听那些古老圣人训诫。当父亲讲到孔子说习不正不坐，原本斜靠在椅子上的小陈一立刻站起身来，整理衣襟，端端正正坐直。父亲惊奇地问他怎么了？小陈一认真回答，古时的圣人都不敢随便乱坐，我怎么敢不恭敬呢？在父亲眼里，这个小儿子是天生的儒家门徒，未来一定成为朝廷栋梁。但命运的齿轮往往以一种极为冷酷的方式转动。没过几年，陈慧因病去世，家道迅速中落。
失去庇护的陈一只能去洛阳净土寺，投奔早就出家的二哥长解法师，从儒家书房走向佛家寺庙。这是陈一人生第一次偏航。在净土寺那些日子，他不读《论语》了，每天听着木鱼声和诵经声，像一块干瘪的海绵疯狂吸收经典。很快时间到了公元614年，那一年大隋帝国虽然危机四伏，但表面上还维持着天朝上国威严。朝廷在洛阳下命令，公开招考剃度27名僧人。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出家当和尚难道还要朝廷批准？是的，我跟你讲，在那个年代，出家绝不只是看破红尘那么简单。僧人可以免除赋税和劳役，多一个和尚国家就少一份收入，所以朝廷对僧人名额控制极其严格。所谓度僧，其实就是一场难度极高的公务员考试，不仅要考经书，还要考察谈吐仪态，甚至是家世。无数成年人为了拿到这张免税的度牒，挤破了头。洛阳考场外人山人海，13岁的陈一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也来了，但他连考场大门都进不去，因为朝廷有规定，年龄太小，连报名资格都没有。陈一没有离开，就那么安安静静站在大门外，眼神清澈地注视着进出的大人。也许是历史需要一个推手，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在巡视考场时，注意到了这个站在门外的单薄少年。郑善果阅人无数，本来可以无视这个不合规矩的孩子，但他却停下了脚步。他在少年眼里看到了一种在成年考生眼里绝对找不到的东西，不是对免除赋税的渴望，而是一种纯粹的笃定。郑善果走过去低声问：你为什么想出家？13岁的陈一没有背诵高深佛法，也没有诉说家境贫寒，抬起头，用平静却极具穿透力的声音说了8个字：意欲远绍如来，近光以法。用现在的话说，往远了想继承佛陀真理，往近了想把暗淡的佛法发扬光大。考场外嘈杂的声音仿佛突然消失了。郑善果愣住了，看着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心中涌起巨大波澜。他敏锐意识到，这个少年根本不是来混饭吃的，而是一件极其罕见的能够承载伟大信仰的器皿。郑善果当场做出违背朝廷律法的决定，破格录取。他顶着同僚质疑的目光，指着陈一说：读书死记硬背的人容易找，但这种天生的风骨，千万人里也挑不出一个。如果让他出家，将来必定是佛门的尾气。就这样，13岁的陈一拿到国家度牒，正式剃度出家，得到伴随他一生的法名玄奘。但玄奘并没有在洛阳佛寺里度过安稳青春。几年后，隋朝倒塌，洛阳变成了军阀王世充和李密绞肉机般的战场，繁华东都瞬间沦为人间地狱，街头到处是饿死尸骨，庄严寺庙被乱军洗劫一空。为了活下去，玄奘跟着二哥加入难民潮，穿越险峻秦岭，风餐露宿，逃到当时相对安定的四川成都。在徒步跨越这片流血土地时，年轻的玄奘亲眼目睹了真实的饥荒、杀戮和人性的崩塌。以前书本里读的众生皆苦，不再是抽象哲学概念，而是路边被野狗啃食的残肢，是母亲抱着死婴发出的干嚎。这种巨大现实冲击，让玄奘对寻找解脱之道的渴望变得无比迫切。成都是当时避风港，全国高僧大德为躲避战乱汇聚到这里的空慧寺，这里成了一座乱世中最高级别的佛教大学。玄奘在这里展现出极其恐怖的学习能力，没日没夜的听讲，
背诵辩论。20岁出头时，他已经能在几百人讲坛上与那些胡子花白的高僧进行深度学术交锋，而且常常让对方哑口无言。他在国内名声越来越大，人们甚至称他为世门千里之驹。但是玄奘却越来越痛苦，越深入钻研，那种深深焦虑和困惑就越撕裂他。这种困惑来自当时中原佛教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汉传佛教，主要依靠西域传来的翻译经卷。我们还原一下那个翻译过程。几百年前，一个骑着骆驼的胡人僧侣来到中原，他可能不懂汉语，接待他的中国官员也不懂梵文，于是胡人僧侣凭记忆用带浓重口音的西域方言背诵一段佛经，旁边懂一点方言的商人做口头翻译，最后由中国文人用当时最流行的道家词汇把这些玄之又玄的内容记录下来。经过这样的转述、音译、意译，再加上几百年间无数抄写员因打瞌睡抄错的字，原本精密严谨的古印度哲学到了中原，已经变成东拼西凑的缝合怪。这就像一场持续400年的传话游戏，第一个人说大象，传到最后一个人耳朵里已经被翻译成了长着鼻子的猪。更要命的是，中原那些绝顶聪明的和尚们不知道这是翻译错误，把这些长着鼻子的猪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当时佛教内部分裂出许多宗派，比如关于人到底能不能成佛的问题，有的宗派拿着经书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连恶棍也能成佛。另一个宗派拍着桌子说不对，经书上写了有一类人叫一禅提，天生没有成佛种子，永远在泥沼里打滚。两拨人各执一词，互相攻击，甚至互相开除教籍。年轻的玄奘游历了长安、赵州、象州，拜访了当时几乎所有最顶尖的学者，一次次提出经文中的矛盾，希望能得到统一答案。但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法师要么支支吾吾，要么用更晦涩语言掩饰逻辑漏洞，要么干脆大发雷霆，指责玄奘钻牛角尖。玄奘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哀，他终于意识到语言壁垒是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代代聪明绝顶的东方学者好手穷经，耗尽一生，在青灯古佛前苦苦思索，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他们争论的基础可能只是200年前某个西域翻译官因为喝醉酒而写错的一个副词。只要大家还在读二手资料，只要大家还用错误的地图寻找宝藏，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就永远没有尽头。真理永远被困在翻译的迷宫里。在一个深秋午后，长安城一座寺庙里，玄奘遇到一位来自印度的僧人。这位僧人告诉他，遥远的西方，古印度摩揭陀国，有一座世界上最大最神圣的佛教学府——那烂陀寺。那里有100多岁的老智者，有成千上万卷未经任何翻译的梵文。原本其中有一部叫《瑜伽师地论》的无上宝典，包含了关于宇宙和人心的所有终极答案。那烂陀瑜伽师地论这2个词像2把极其锋利的锤子，瞬间砸碎了玄奘心中所有迷茫。他站起身，走到藏经阁窗前，回头看了看那满屋子被奉为规则却自相矛盾的汉字经卷，放下手中残缺不全的书简，推开木窗，目光越过长安城层层叠叠的飞檐，望向西方。那里的天空正被落日染成一片沉重血红，那是通往印度的方向。跨出玉门关那一刻，玄奘彻底从大唐版图消失了。他迎面撞上的是800里莫赫岩场，也就是今天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古代地理志对这片区域的描述只有12个字：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腹无水草。这里绝对是个生命禁区，白天地表温度能把生肉烤熟，夜晚气温骤降到冰点以下，风沙一起，天地间就只剩令人窒息的混沌。玄奘牵着那匹暗红老马走进这片死寂沙海。最初几天，他依靠几个兽皮水袋艰难维持，每一滴水都计算到极致。然而在极端疲惫中，历史跟他开了个致命玩笑。进入沙漠第3天，他解下水袋准备喝水时，双手因严重脱水麻木迟钝，一个没抓稳，那个沉甸甸的兽皮水袋从手中滑落，重重砸在沙地上，塞子崩开，那是他全部水源，清水瞬间涌出，甚至没在沙面形成水洼，就伴随着轻微嘶嘶声，被干渴了千万年的沙漠一口吞噬干净。只剩一小块颜色稍深的沙土，在800里大戈壁腹地打翻唯一水袋，这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直接等于宣判死刑。玄奘呆呆看着那块湿润沙土，大脑一片空白，极度的恐惧本能摄住了他。他牵起马，调转方向向东往回走，知道只要往回走10多里，就有一座大唐烽火台，那里有水，虽然也可能有射穿胸膛的弓箭，但至少有活下去的微弱希望。他向东走了10多里，突然停下脚步，在狂风中拽住缰绳，站在原地看着东方大唐方向，心里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来？如果为了活命退缩，那在长安安安稳稳做高僧不好吗？我发过誓，不到天竺绝不东归一步。他咬紧牙关，在漫天黄沙中说出一句震动千古的话，宁可西就而死，岂能归东而生。说完，猛地拉转马头，再次背对故乡，向着那片没有水的死地孤身走了进去。接下来4天5夜是一场极其惨烈的生理与心理拉锯战。玄奘没喝进一滴水，嘴唇完全开裂，鲜血结成黑色血痂，喉咙像被火炭塞住，连呼吸都带来撕裂剧痛，视线开始模糊，身体各项机能迅速停摆。到第5天，极度脱水产生严重幻觉，他看到前方沙丘上出现全副武装的军队，穿着闪亮铠甲向他冲杀，看到各种面目狰狞的奇形野兽在风沙中咆哮，要撕咬他的身体。后人在写《西游记》时给唐僧安排了99、81难，安排了无数想吃他肉的妖魔鬼怪。其实那些妖怪不是吴承恩凭空想象出来的，正是玄奘在这4天5夜濒死之际，在那片死亡之海里亲眼看到的幻觉。那是人类面对绝对自然伟力时内心最深处具象化的恐惧。玄奘倒在了沙丘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闭上眼睛，干瘪嘴唇微微蠕动，在一片死寂中默默背诵心经，等待死神降临。就在这时候，奇迹发生了。那匹一直跟着他的瘦骨嶙峋老马突然挣扎着站起来，发出一声嘶哑嘶鸣，不顾一切改变路线，朝另一个方向狂奔。玄奘被缰绳拖拽着，勉强睁开眼睛，发现老马跑到一片绿色草丛边停了下来，那是野马泉。老马凭着几十年来往沙漠的肌肉记忆和对水汽的敏锐嗅觉，在绝境中找到了这隐蔽泉水。玄奘扑倒在泉水边，清冽水流划过他如干裂河床般的喉咙。他活过来了，硬生生从死神手里抢回了这条命。走出沙漠后，玄奘来到伊吾，今天的新疆哈密。随后他接到一份极其热情的邀请，来自当时西域最繁华的绿洲王国高昌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高昌国王飞文泰是一个极其狂热的佛教徒，
听说那位在长安名震天下又单枪匹马穿越死亡之海的玄奘法师来到西域，激动得不能自已，派出豪华皇家使团连夜将玄奘接到高昌城。玄奘抵达王宫时已是深夜，飞文太和王后没有睡觉，点燃了王宫里所有牛油火把，照得整座宫殿亮如白昼。国王亲自站在大殿台阶下，像迎接神明一样，将这位衣衫褴褛的大唐僧人迎了进去。在这里，玄奘洗去沙漠尘土，换上名贵丝绸僧衣，面前摆满了西域最丰盛的水果和素斋。对于一个刚从死亡边缘爬回来的人，这里简直就像天堂。但很快，天堂露出了牢笼的本质。盛大欢迎宴会后，飞文太向玄奘提出要求：法师，您不要去印度了，那烂陀寺太远了，您就留在高昌吧。我让您做高昌国国师，让全城老百姓都做您的弟子。只要您留下来，整个国家财富您都可以随意支配。玄奘微笑着拒绝了，告诉国王自己西行目的是求取真经，解答中原佛法疑惑，而不是在异国他乡享受荣华富贵。飞文太脸上笑容消失了，骨子里的帝王霸气显露出来，直接威胁：法师，您是大唐通缉犯，如果执意要走，我只能动用武力把您强行留下来，或者直接绑起来遣送回大唐。葱岭虽然高，但您跨不过去，我的意志像铁一样，你也改变不了。玄奘被软禁在王宫别院门外，全副武装的高昌士兵，门内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和美味佳肴。在《西游记》里，唐僧遇到的最大阻碍总是那些面目可憎想吃他肉的恶鬼，但在真实西行路上，玄奘遇到最危险的劫难往往来自那些因为太爱他、太崇拜他而想用极致荣华富贵将他永远囚禁的凡人君王。外面的妖魔可以用棍棒打死，但别人用一颗赤诚的心为你打造的金丝牢笼，你要如何劈开？玄奘给出了答案，他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试图翻墙逃跑，只是平静回到自己禅房，在蒲团上端端正正坐下。从那天起，他拒绝进食任何食物，拒绝饮用一滴水，开始了绝食。第一天，飞文太以为法师在赌气，第二天他亲自端着饭菜到玄奘面前苦苦哀求，玄奘闭目垂眉，一言不发。第三天，玄奘气息已经非常微弱，但依然像一座雕像稳稳坐在那里。到了第四天，飞文太终于崩溃了。他看着眼前这个枯瘦如柴但意志坚如钢铁的僧人，突然明白自己可以用王权囚禁一具肉身，但绝对无法阻挡一个真正殉道者的灵魂。如果再逼下去，他只会亲手杀死自己最崇拜的圣人。飞文太跪在玄奘面前磕头谢罪，恳求法师进食，承诺绝不阻拦西行。两个原本因执念而剑拔弩张的人，在那一刻达成了奇妙和解。飞文太和玄奘在佛像前结拜为异姓兄弟。既然留不住，飞文太决定用尽一个国王全部力量去成全这位兄弟的伟大旅程。他为玄奘准备了一支极其庞大的商队，4个剃度小沙弥做徒弟，25个身强力壮随从，30匹最好骏马，以及足够维持玄奘往返整整24年的巨额金银和绫罗绸缎。更重要的是，凭借高昌国在西域的政治影响力，飞文太写了24封热情洋溢的国书，通报沿途24个西域小国，请求为玄奘放行并提供保护。那个曾经牵着一匹老马在黑夜里躲避追杀的大唐偷渡客，在一场生死博弈之后，戏剧性地变成了拥有国家级外交背书、带着庞大车队的超级贵宾。
但即使这样豪华配置，在接下来的地理天堑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离开高昌后，玄奘车队向西进发，迎来整个西行旅途中最残酷的地貌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以及灵山，平均海拔4、5千米以上的冰雪地狱。在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里，他对这里的描述充满敬畏。这里的雪春夏不化，冰川像刀剑一样凌厉，狂风吹起冰碴打在脸上能刮出血来。这根本不是一条路，而是在连绵不绝的冰川裂缝中寻找落脚点。哪怕是盛夏，寒风也足以瞬间带走人体温度。高山反应让随行人头痛欲裂，疯狂呕吐。到了晚上，因为根本找不到干燥木柴生火，所有人只能合衣躺在冰块上睡觉。每天清晨醒来，玄奘都会看到队伍里少了几个人，有的是在睡梦中被活活冻死，永远没再睁开眼睛；有的是在攀爬冰川时一脚踩空，掉进深不见底冰窟窿；还有的是被突然爆发雪崩瞬间卷下悬崖，连呼救都没来得及发出。除了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还要时刻提防神出鬼没的强盗。在穿越一片茂密森林时，他们遭遇了凶残的突厥劫匪。那些劫匪骑着快马，挥舞弯刀冲入队伍，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死期将至的当口，荒诞一幕发生了。劫匪们因为分赃不均，自己掀起了内讧，互相拔刀砍杀起来。玄奘和剩下随从趁乱逃出。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在清净寺庙里打坐，而是在这漫天风雪和尸山血海中，依然能够挪动僵硬的腿，迈出下一步。在这片世界屋脊上，玄奘亲眼看着飞文泰送给他的那支豪华车队，在严寒、饥饿、雪崩和疾病吞噬下，一点一点消耗殆尽。25个身强力壮随从，有的死在冰川，有的死在遭遇战，最后活下来的10不存1。终于在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艰难跋涉后，玄奘翻过了最后一道雪山垭口，兴都库什山脉最高处。此刻他站在雪峰之巅，凛冽寒风依然在耳边呼啸，但发现脚下地势开始向下倾斜，风中不再只有冰雪腥味儿，而是夹杂着一丝来自远方平原的湿润温热的泥土气息。他低下头，目光穿透云层，在无尽山脉下方，一片辽阔丰饶又充满未知与混乱的广袤土地正静静铺展。眼前那里没有冰川，只有奔流的河水和茂密丛林。那里正是北印度的边缘，这是公元631年左右的北印度。空气中不再有凌厉冰碴，而是弥漫着芒果树、菩提树和浓郁香料混合的湿润气息。经过整整3年九死一生，那个当年在瓜州城下趁着夜色仓皇出逃的大唐偷渡客，此时已经变成一个面容沧桑、眼神却如渊水般深邃的中年修行者。他踩着恒河平原松软泥土，一路向东南方走去，最终来到一座宏伟的、令人窒息的建筑群面前。这里就是他魂牵梦绕了14年，支撑他走过5万里死亡之海和冰川雪原的终极圣地那烂陀寺。如果用现代眼光看，那烂陀寺根本不只是一座普通寺庙，它是公元7世纪全地球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大学。这里有6座巨大砖塔高耸入云，庭院里点缀着清澈水池和盛开蓝莲花。每天有1万多名来自全亚洲各地的精英学者在这里学习生活，每天有100多个讲坛同时开讲，讨论范围不仅包括佛学，还涵盖逻辑学、语言学、天文学、医学，甚至数学。
玄奘站在这座学术殿堂大门外，轻轻拍去僧袍上积攒3年的西域尘土，被恭敬地迎了进去，带到那烂陀寺最高长官，也是当时全印度最权威的佛学大师戒贤法师面前。戒贤法师当时已经106岁高龄了。这位100岁老人因患有严重风湿病，常年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甚至一度想要绝食自尽。传说中他在梦中得到启示，告诉他3年后会有位从大唐来的僧人向他求学，他必须活下去，把毕生所学传授给这个人。当106岁的印度宗师睁开浑浊双眼，看着眼前这个为了寻找真理而跨越了半个地球的30岁东方大唐僧人时，他老泪纵横。戒贤法师收下玄奘做亲传弟子，并将那烂陀寺最高学术资源毫无保留向他敞开。玄奘在这里开始了属于他的学术巅峰岁月。他首先要攻克的是梵文。梵文是世界上最复杂、最精确也最晦涩的语言之一。玄奘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齿轮，日以继夜钻研，不仅熟练掌握了梵文，更在短短几年内将瑜伽师地论等几部最核心、最庞大的佛教经典全部烂熟于心。很快他完成了从一个留学生到客座教授的华丽，转身在那烂陀寺能够精通50部经论的学者全寺1万多人中只有10个，玄奘就是这10分之一。他开始登台讲法，给那些从小就说梵文学佛法的印度本土高僧们讲解最深奥的哲学概念。一个来自东方的外国人，用流利梵语在佛教发源地给最顶级印度学者上课，并且让他们心服口服。玄奘名声像风一样吹遍了整个印度半岛。终于这股风吹到了当时北印度最高统治者戒日王耳朵里。戒日王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靠武力统一了4分5裂的北印度，同时也极度热爱辩论和文学。当他见到玄奘，听他讲述大乘佛法经历后，这位高高在上的国王被彻底折服了。为了彰显玄奘伟大，也为了平息印度当时大小乘佛教以及各个外道流派之间的纷争，公元642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为玄奘举办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无遮大会。什么叫无遮大会？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场全印度级别没有任何门槛限制的终极学术辩论赛。这场大会排场大得令人啧舌，戒日王不仅亲自到场，还召集了北印度18个属国国王。参会的有3000名大乘和小乘佛教高僧，还有2000名信奉其他宗教的婆罗门和外道学者，5000名当时人类文明中最顶尖的大脑聚集在曲女城广场上。玄奘是这场大会唯一的守擂者，他命人将自己用梵文写成的学术论文《会宗论高》高悬挂在大会会场大门外，论文旁边还附带了一份极其狂傲甚至有些杀气腾腾的声明：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破者，请斩首以谢。意思是我玄奘今天就把观点挂在这里，在座5000位顶尖学者，18位国王，只要你们能指出我文章里哪怕一个字的逻辑漏洞，只要能驳倒我玄奘立刻拔剑砍下自己脑袋，向全印度谢罪。这不是狂妄，而是一个孤独求道者在经历无数次生死考验后对真理的绝对自信。辩论大会正式开始。第一天，广场上鸦雀无声。那些平时在各自国家口若悬河、自命不凡的学者们，看着玄奘那篇逻辑严密到无懈可击的论文面面相觑。第2天，依然没有人敢上前一步。第5天、第10天、第15天，时间在令人窒息的安静中一天天流逝，整整18天过去了。18个君王，
5000名最聪明学者面对这个来自大唐的僧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提出一个反驳字眼。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碾压。18天后，戒日王宣布玄奘获胜，整个曲女城沸腾了。大乘佛教僧人给玄奘上尊号叫大乘天，小乘佛教僧人给他上尊号叫解脱天。在古印度语境里，天就是神的意思。这一年，玄奘40岁，在异国他乡，在佛教发源地，他以凡人肉身登上了学术和声望的绝对顶峰。他被供上了神坛，戒日王让人打造一顶华丽金轿子，让玄奘坐上去，由贵族们抬着在全城巡游，接受万民顶礼膜拜。在这个权力和荣誉的极致巅峰，换作任何一个人也许都会沉醉其中，理所当然留在印度享受这种神明般待遇。那烂陀寺僧人们苦苦挽留他，戒日王甚至许以极高地位，希望他永远留在摩揭陀国。印度高僧不解地问，大唐只是边远之地，连佛陀都不愿降生在那里，您现在已经是全印度的神了，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偏僻地方去？玄奘坐在金轿子上，看着狂热人海，眼神依然像14年前在瓜州城下那样平静。他没有忘记出发时的初心，他不是为了在异国他乡做神仙才走那5万里路的。他想起长安城里那些因为经文翻译错误而争论不休的同袍，想起那些苦苦寻找真理和解脱却无路可走的普通人。他的目的是带回真理的地图，而不是自己留在地图终点。我国之人虽然距离佛陀诞生地遥远，但他们尊师重道，心性善良。玄奘礼貌而坚决拒绝所有人挽留。我此行的目的是为求取大法回去利益我的同胞，如今心愿已了，我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贪图安乐呢？公元643年，玄奘毅然褪去所有光环，带着在印度收集的657部梵文佛经原本以及各种珍贵佛像和舍利，踏上漫长而艰险的归途。这一次他没有再走沙漠，而是翻越葱岭，沿着丝绸之路南线向东方大唐走去。2年后，公元645年春天，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他离开时是趁着夜色仓皇逃命的通缉犯，归来时大唐帝国给予了他一场震撼古今的盛大欢迎。长安城内数10万百姓倾巢而出，街道两旁挤满迎接人群，无数彩幡在春风中飘扬，梵音响彻云霄。大唐皇帝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在洛阳行宫亲自接见了这位离开故土17年的传奇僧人。这是历史上一场极其微妙也极其深刻的会面。唐太宗对玄奘展现出极度热情，不仅赦免了当年偷渡出关的罪名，还与他促膝长谈。但这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我们会认为唐太宗如此隆重迎接玄奘，是因为皇帝本人是虔诚佛教徒，渴望聆听高深佛法。然而翻开《旧唐书》看看真实的李世民，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答案。李世民是在马上打天下，杀伐果断的军事天才，他关心的不是彼岸极乐世界，而是现实中帝国疆域和安全。他如此看重玄奘，是因为敏锐看到玄奘脑子里装着的东西。17年5万里，玄奘走过了西域。中亚和南亚110个国家，用双脚丈量了每一寸土地，他清楚知道每个国家山川地形，知道哪里有水源可供大军饮用，知道哪个国王懦弱，哪个兵力强盛，知道各地风土人情和政治局势。
在公元7世纪，没有卫星地图、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玄奘的大脑就是大唐帝国能得到关于整个欧亚大陆最详尽、最精确的一份绝密军事情报。太宗皇帝看着眼前这位波澜不惊的高僧，眼睛里闪烁着政治家独有的光芒，向玄奘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请求：法师，您不要再做和尚了，还俗吧。您来朝廷做我的宰相，辅佐我治理天下，跟我一起经略西域。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诱惑！大唐帝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玄奘拒绝了。他平静地向这位掌握生杀大权的帝王解释：陛下，我从小就出家，只懂得佛法，不懂得世俗政治。如果让我做官，就像是把一条船从水里拉出来，强行放在陆地上推着走，不仅走不动，船也会毁掉的。我唯一愿望就是找一个安静寺庙，把带回来的这657部梵文经典全部翻译成汉字。李世民看着玄奘，他知道这个人的心不属于朝堂，但作为帝王，他绝不会放过玄奘脑子里那些宝贵信息。两人达成一个心照不宣的妥协，李世民同意由国家出资为玄奘组建大唐最高规格的国立翻译院，而作为交换，玄奘必须把17年走过的所有国家地理、历史和政治情况一字不落写成一本书，呈交给大唐军机阁。权力的顶峰与信仰的顶峰在洛阳宫殿摇曳烛火中平静擦肩而过。帝王得到了征服世界的地图，僧人保住了翻译真理的资格。当贞观19年那场震惊天下的狂欢大游行终于落幕，长安城百万百姓欢呼声逐渐在春风中远去。玄奘平静地转身走进了皇家为他准备的弘福寺禅房。纵观玄奘一生，这是一种极具荒诞美学的对仗。他的前半生是用一双肉脚丈量了5万里死亡禁区的狂野冒险家，跨越了欧亚大陆最险峻山峰，穿过了最致命沙漠，去过110个风俗各异的异国他乡。然而从这扇木门关上的那一刻起，直至生命终点，整整19年时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和洛阳的方寸之地。那个曾经这颗星球上走得最远、最不安分的旅人，硬生生将自己焊在一张窄小书桌前，变成了最安静、最枯燥的案头匠人。这一切仅仅为了兑现他在佛陀诞生地许下的诺言，把正确真理一字不落带回中原。唐太宗李世民兑现了政治承诺，既然玄奘交出了极具战略价值的《大唐西域记》，帝国就为他提供了当时世界上最高规格的后勤保障。这绝不仅仅是给玄奘一支毛笔几捆纸那么简单。李世民下旨从全国寺庙选拔最顶尖的50名高僧大德齐聚长安，充当玄奘助手。在这个大唐国家级译经场里，翻译变成了一套极其精密严苛的流水线作业。每天清晨钟声敲响，译经场内鸦雀无声。玄奘端坐中央，面前摆着从印度背回来的边缘已有些磨损的贝叶经。他先用纯正梵文朗读一段经文，这叫宣范本，接着将这段梵文口译成汉语，这叫译语。坐在下手的书记员立刻用毛笔将汉语记录下来，这叫笔授。随后精通汉语言文学的高僧对记录句子进行语法和修辞打磨，确保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这叫润文。最后还要有人对照范文本重新核查汉语，意思是否有偏差，这叫正译。在这条流水线上，玄奘是绝对灵魂，也是最严厉质检员。他骨子里那种强迫症在晚年翻译工作中爆发到了极致。
为了彻底解决几百年来中原佛经翻译混乱的历史遗留问题，玄奘凭借一己之力制定了中国翻译史上著名的5不翻原则。他规定有5种情况绝对不能把梵文强行翻译成汉字，只能保留音译。比如梵文里的般若，以前翻译家总是把它译成智慧，但玄奘认为世俗聪明才智怎么能等同于看破宇宙真相的终极顿悟呢？翻译成智慧就降低了维度，所以他坚持保留般若发音。再比如一些含有神秘色彩的咒语，或者中原根本没有的植物名称，也一律采取音译。他拒绝用中原已有的道家或儒家词汇去套用佛学概念，宁可创造新词汇，也绝不妥协。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无数高频词汇，其实都是玄奘坐在那盏昏暗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出来的。比如世界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时间；界代表东西南北上下，也就是空间。玄奘用这2个字精准概括了宇宙的时空统一体。再比如魔鬼执着刹那因果觉悟，这些词汇早已脱离单纯宗教范畴，融入中华文明血液，成为我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19年，将近7000个日日夜夜，玄奘为自己制定了极其严苛的 KPI， 每天白天要主持繁重翻译工作，还要接待皇帝派来询问国事的使臣。到了夜晚，弟子们都去睡了，他还要独自一人在油灯下重新核对白天译好的经文稿件。如果当天翻译任务没完成，他绝不睡觉，无论熬到3更还是4更，必须把最后定稿卷宗合上才会起身。除了案头工作，他还做了一件影响至今的实体工程，为防止长安城发生火灾，将他历尽千辛万苦带回来的梵文原本烧毁。他向继位的唐高宗李治上书，请求在慈恩寺内修建一座坚固砖塔，用来储藏经书。为了保证工程质量，60多岁的玄奘甚至亲自用背篓背着沉重砖石步履蹒跚参与修建。这座塔就是今天矗立在西安市中心的地标大雁塔。然而凡人的肉体终究有限，岁月连同年轻时透支的健康开始无情向他讨债。在帕米尔高原受过的寒风，在漠河延齐沙漠经历的极度脱水，早已在他骨髓和经脉里留下不可逆转的暗伤。每逢阴雨天气或长安凛冽寒冬，玄奘关节就会隐隐作痛。早年西域染上的旧疾也开始频繁复发，他的视力渐渐模糊，曾经能看穿沙漠海市蜃楼的双眼，如今必须把脸贴很近才能看清经卷上的蝇头小楷。到了公元660年，玄奘60岁，他迎来了翻译生涯中最后也是最庞大的一头巨兽大般若经。这是一部卷廊浩繁到令人绝望的超级经典，梵文原本足足有20万颂，要完整翻译成汉字大约需要600卷，将近500万字。当这部经书原本被搬上译经台时，所有助手都倒吸一口凉气。玄奘最得意弟子窥基法师看着师父日渐消瘦面庞和剧烈咳嗽的虚弱身体，心疼地提出建议：师父，这部经书实在太庞大了，以前前辈在翻译时遇到重复繁琐地方都会进行删减，您身体已撑不住了，不如我们也采用删减方法，只翻译核心要义吧。玄奘看着弟子们关切眼神犹豫了，他太累了，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感让他几乎握不住毛笔。他点了点头，同意了徒弟建议。可是就在那天晚上，玄奘做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梦，梦见自己身处极其险恶境地，猛兽环伺，甚至梦见有人在严厉警告他，
玄奘在一身冷汗中惊醒，大口喘着粗气，看着窗外冰冷月光，突然明白一个道理，真理是不能打折扣的，只要他删减一个字，后人就会在那个缺失的字上衍生无数谬误和争论。他当年跨越雪山沙漠，不就是为了找回那些被删改的真相吗？第二天清晨，玄奘脸色苍白，但眼神恢复了当年在屈女城擂台上那种绝对笃定，向所有助手宣布一字不落，全部照译。这是一场极其悲壮的生命倒计时。玄奘深知自己大限将至，几乎在用燃烧生命最后一点灯油与死神赛跑。他经常对弟子们说：“我今年60多岁了，体力衰竭，这般若经极其庞大，我随时可能死掉。大家不要怕，辛苦再加把劲，快一点，再快一点。”公元663年冬天，经过整整4年绝命冲刺，600卷数百万字大般若经终于全部翻译完毕，校对定稿。当最后一个字在纸上落笔墨迹干涸那一刻，玄奘轻轻放下了那支磨秃的毛笔，闭上眼睛，长长吐出一口气，对着周围喜极而泣的弟子们平静地说：“毒病交加，死期已至，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就在经书完成第20天，他宣布解散译经场，停止一切翻译工作。他知道这具残破肉身已经完成在凡间的全部使命。公元664年正月初3，这位曾经单枪匹马翻越过海拔5000多米冰雪打板，在雪崩和风暴中如履平地的顶级硬汉，在自己居住了多年的玉华寺后院里，仅仅因为想跨越一道极浅极窄的小水沟，一脚踩空，重重摔倒在地。他没有倒在葱岭冰渊里，没有倒在沙漠绝境中，却倒在一道微不足道水沟旁。这一摔彻底抽干了他体内最后一丝生机，病情急剧恶化，连日高烧不退。玄奘躺在病榻上，意识依然极其清醒。他没有恐惧，也没有不舍，下令弟子将这一生带回来的所有经像、翻译的所有卷宗全部清点造册，随后吩咐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一点点个人财产、几件破旧僧衣、化缘用的钵盂全部布施给穷人。正月初8夜晚，玄奘呼吸已经很微弱，弟子们围跪床前低声啜泣。夜半时分，有人看到玄奘突然睁开眼睛，脸上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最亲近的弟子凑到耳边，强忍悲痛，轻声问出最后一个问题：“法师，您这一生功德圆满，您确定能往生到弥勒佛净土吗？”玄奘微微转动眼珠，看着摇曳烛火，用极其微弱却毫无迟疑的声音吐出2个字：“得生。”玄奘闭上眼睛那一刻，属于他个人的跋涉终于结束了。随着战乱频发和异族军队铁骑踏入恒河平原，佛教在发源地印度迎来了毁灭性打击。那座曾经代表全地球最高学术水平，玄奘曾在那里面对5000名顶级学者侃侃而谈的那烂陀寺被付之一炬。据说大火整整燃烧了几个月，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梵文原典，那些记载着古印度先哲关于宇宙、关于时间、关于人心最精密思考的贝叶经和羊皮卷，全部在烈火中化为随风飘散的灰烬。作为世界级宗教，佛教在故乡几乎被连根拔起，彻底抹除。如果没有玄奘，古印度中世纪早期这段文明将永远堕入无法考证的黑暗之中。但历史的精妙之处就在这里，它早在几百年前的大唐长安埋下了一个不可思议伏笔。正是因为当年那个大唐偷渡客近乎偏执的求知欲，正是因为他在晚年强迫症般坚持一字不落的严苛翻译原则，
古印度文明最璀璨的哲学思辨，竟然奇迹般的在方块汉字中被完好无损地封存了下来。当梵音在恒河畔彻底沉寂时，他却在长安城的晨钟暮鼓里获得了永生。这种宿命感在跨越1000多年后达到了另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高潮。19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来到印度，面对的是一片长满荒草的广袤废墟。当时的印度人早已忘记祖先曾创造过怎样辉煌的文明，指着那些隆起土包说是神话里恶魔的巢穴。康宁汉没有听信神话，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被翻译成英文的《大唐西域记》。这位英国学者像拿着一张1200年前的藏宝图，在荒野中按图索骥。翻开书页，上面写着唐代僧人玄奘记录，从此向东行30余里，有一座倒塌的砖塔。康宁汉带着工人向东走30里，挥动铁锹挖开泥土，果然下面就是沉睡1000年的佛塔基座。就这样，凭借一个唐朝僧人留在纸上的脚步，康宁汉硬生生从荒草堆里把那烂陀寺、鹿野苑以及那些极其重要的印度历史遗址一个接一个挖了出来。玄奘，这个走遍西域的异乡人，最终成了印度历史最伟大的提灯者。他关上了那扇木门，再也没有以当年的姿态走出长安城，但大雁塔却成了千年帝都最亮的地方。他用最艰难的方式完成了最难的事，然后安静地做了一个最枯燥的工匠。最后他倒在一道水沟边，像是完成了一切使命后的轻轻放下。你是否想过，有时最伟大的征服真的不是打败多少妖魔鬼怪，也不是赢得多少国王礼赞，而是在茫茫天地间认准一个方向后，咽下所有孤独、恐惧和不解，一步一步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外面的风沙再大，只要你内心那盏烛火不灭，你终会抵达属于你的那烂陀。